你是不是也有一瓶 castor oil 放在家里，就是因为听说它可以抗皱、提拉，甚至可以帮我们逆龄。结果用了几次下来呢，用后感真的不舒服，很黏很闷，甚至于有时候会让我们的脸上长一些小颗粒。还有上妆之后呢，更加会让我们浮粉，然后你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这个年纪用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大多数人呢并没有用错产品，而是用错了方法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就会告诉你为什么 castor oil 蓖麻油它不是 miracle oil， 但是如果用对方法，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熟龄肌。为什么大多数人用了之后他会感觉失望呢？我们先要讲一个现实， castor oil 它不是神油，它不是擦上去皱纹就消失，更不会涂厚厚的一层在脸上敷脸，你的整张脸就会有提拉紧致的效果。它其实是一种高粘度还有高蜂蜜性，并富含有 resinolic acid。 蓖麻油的强项呢，就是起到锁水修复，并且能够抗发炎，但是它绝对不是可以促进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再生，或者是起到提拉紧致的效果，又或者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角质更新，这绝对都不是，这些它都没有办法做到。很多人呢就会误以为它是抗老精华，单独的在擦它，这也就是被大家经常误解的第一个错误。其实大部分人在用蓖麻油的时候呢，都用错了方法。有些人会误以为它是神油，就会厚厚呢全脸敷在脸上，这样单独的擦。真的是有很多人会这么做，在晚间洗完脸以后，直接用蓖麻油厚厚的敷在全脸上，然后就去睡觉了。蓖麻油的质地很黏很稠，对年轻油肌皮肤的人来说都会觉得很闷，更何况我们50岁以后的皮肤，熟龄肌的皮肤本来代谢就慢，如果太厚重的厚敷在脸上，真的会让我们的皮肤不透气，更不会起到滋润皮肤的效果。首先我们要正视蓖麻油的物理特性，它的粘稠度是普通植物油的数倍，所以用起来会比一般的油更粘稠更厚。虽然蓖麻油不会造成脸部的粉刺，但是它的分子结构就会像磁铁一样吸附所有的灰尘和旧的角质层。 castor oil 的分子比较重，它不是用来当晚上用的，如果你直接涂在脸上然后就去睡觉，它就会封闭毛孔，导致我们的皮肤无法代谢。50加的皮肤代谢能力已经是减弱了，如果你再不让它去代谢更新的话，就会给你的皮肤增加负担。甚至还有些人错误的在早上去用 castor oil， 然后呢就直接去上粉底。你想一想，这么厚重的油涂在脸上，就算你薄薄轻轻的涂一层，再去上妆的话，怎么可能不浮粉呢？粉底抓不住皮肤，只会浮在表面，所以更加容易脱妆。还有很多人错误的去期待它可以帮我们有效的抵抗皱纹。 castor oil 蓖麻油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干纹，但是它并不能消除我们的一些静态纹，更何况如果到了我们这个阶段，进入更年期的阶段，如果说我们的皮肤是因为胶原蛋白的流失，由于荷尔蒙造成的皮肤松弛，单靠 castor oil 更加不会解决问题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我们应该到底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它呢？首先的一个方法就是混合其他的油一起使用。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最适合我们熟龄肌的，千万不要单独的去单擦。你可以在手心里面滴1到2滴 castor oil，然后可以混合你平常使用的精华油，可以是 jojoba oil， 也可以是 rosehip oil。 我平时呢就会比较喜欢用这个2个油呢来混合和我的 castor oil 一起用，它的比例呢可能就是1比3到4倍。如果是你用的是1滴蓖麻油，那我呢就会加3到4滴的 jojoba oil， 这样使用起来呢就是不会有那么厚重粘稠。当然还要根据你自己皮肤的情况，如果你是油性肌肤，那你可以用1滴蓖麻油，然后加多一点其他的油去稀释它，不要让蓖麻油变得那么厚重，一定要稀疏它，不能单独的去擦。甚至有时候在洗完脸护肤的最后一道程序里面，我之前的视频也有分享过，我会加1滴蓖麻油在我最后的晚霜里面，这样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湿效果。如果你单纯的只是用蓖麻油混合其他的油，然后你用之前一定要把这些混合的油在手心里面搓热，手心里面搓热它，
然后在你的脸颊两侧开始轻轻的按压进去。一般我们就是说，不管是干性皮肤也好，是油性皮肤也好，我们的T字部位呢会比较油，相比较我们的两颊，所以一般呢我会先从两颊开始慢慢轻轻的按压，然后回到中间部位，不让我自己的T字部位呢那么的油，反而呢我的脸颊的两颊的比较干，更加需要这些油类去保湿。擦完油之后，反正你的手已经很油了嘛，我就会利用这个阶段去给自己做一下脸部的按摩。在这个时候做脸部按摩是最有效的，甚至于你可以用刮痧也可以，因为你脸上擦的精油已经可以起到一个润滑度，不会有拉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给自己做一下刮痧，做一下脸部按摩是最好不过的了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可以降低蓖麻油的粘稠度，并且还可以提高它的吸收度，加强锁水能力。它会变成一个最后一道护肤程序的分层加强剂，但它并不是主角，因为之前你所有擦的这些护肤品都给它封在里面，经过热敷按摩就很容易被皮肤吸收，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它一定的有效程度。这个方法对干燥纹和眼下的细纹都会有帮助。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每天都去敷这些蓖麻油，一个星期做个2次就够了。在其他的日子呢，我们可以局部的去擦，不需要全脸上。在你局部觉得干燥的地方，比如说眼睛周围啊，或者是鼻翼两侧啊，下巴这儿，或者是法令纹啦，甚至于可以在颈部颈纹这样少量的涂抹一下，进行一下轻微的按摩就可以了。熟龄肌护肤的关键是要精准，而不是厚重。我们讲现实一点，我们50+以后的女性皮肤的通常问题呢，就是干，皮肤也变薄了，更加容易发炎，代谢也开始变慢了，再加上荷尔蒙流失造成的皮肤松弛。那 Castor Oil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它可以帮助减少皮肤水分的流失，可以舒缓皮肤干燥泛红，可以改善干纹的视觉感，记住哦，是视觉感，并且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柔软度。但是它绝对不能做到的是，它不能提拉我们下垂的皮肤，也不能改善我们骨骼的流失，更加不会让你回到30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它。当然了，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不一样，有些人确实是不太适合用，有些人比较干，有些人比较油。如果你是一个容易长闭口的人，本身皮肤的油脂分泌就很旺盛，还有严重的毛孔堵塞问题，那蓖麻油真的不太适合你全脸用。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呢，我们一定要想明白我们真正抗老的逻辑。如果你真的想抗老，你需要的是稳定的保湿，规律的防晒，温和的，不要那么频繁的去角质，还有尽量少用含有刺激成分高浓度的这些护肤猛药。有时候不是说它的浓度强就一定对我们有效，就好像 Castor Oil 一样，它只是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，并不是主力。其实很多中年女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呢，经常就会有焦虑，觉得自己老了，就会盲目的去使用一些并期待可以改善自己皱纹啊、斑点啊这样一类的产品，甚至用下来效果不好，就会对自己说是不是老了用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你的皮肤只是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去保养了，不是所有的产品无效，只是我们要更加聪明的知道该怎么使用。熟龄肌的保养不是堆叠，而是要理解。如果你家里也有一瓶 Castor Oil， 今晚你就试试我的这个方法，不要厚敷，不要单擦，混合着用，你会看到有差别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